大家好，我现在呢是把车子开到那个大山上面来了，现在都是这个泥巴的路面，然后我已经开了5-6公里了，然后呢现在前面路是这样子的，不敢往前走了，因为下面村庄的人跟我讲呢，上面还有一个村主，然后我是准备上来去探访一下的，但是现在已经走了几公里，不敢走了，先放无人机视察一下吧。看到了吧？刚刚无人机飞过去看了一下，离这个地方太远了，而且呢，前面这个路呢全都是稀泥巴路，我不敢去了。主要是翻过这座山还要绕几个山，然后到那边有房子的位置呢，还需要下坡。我看那个，我从空中看那个下坡的那个坡度应该还不小，所以说我是挺担心，等一下下去爬不上来，不敢走了。因为越走的话，里面都是那种黄泥巴路，然后。我车子的油也不多了，不敢去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再过来去看一看吧。因为我们看到外面是还有人在种地的，真的是大山里面与世隔绝的一个好地方啊。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一定来去了解一下哈。今天真的是去不了了，然后天气也有点暗了，我的车子呢也没有了，我还要开5-6公里的这个烂泥巴路回去。刚刚来的时候，在下边有些弯道里面就非常的危险啊，这个天也黑了。我现在还置身于这个原始森林当中，不能在这里太久啊。大家好，我是阿泰哦。这个下面有一个村寨啊，我来了2次都没有人，那再下去看一看，今天能不能看到有人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好像是种的烤烟，去年这些地是没有种的，那今年可能是承包给谁一起种的吧。这个到山里就特别的清静，就听到一些鸟叫声，没有什么其他的声音了。其实我跟大家说，就是冬天来的话，可能感觉还好一点，就是夏天来嘛，这个山上的这些树叶、什么草，全部长得到处都是。那看着这个房子没有人居住呢，就感觉更加的这个荒芜啊。我们看一看这个上面这一户吧，这一户也是没有人居住的。那么这个院坝都是长的草，是吧？上去给大家看一看吧。这个路上要特别小心的。这个木房子就特别可惜啊，空在这里的，没有人居住啊。它这个木房子总的有多少间呢？1间、2间、3间、4间、5间、6间，6大间的木房。那像它这种木房的这个长度，在我们这边的话算是很大了啊，算是很大了。一般我们这边都是3间，大家可以看看，它这个院坝都长了这么多草，是吧？
那么证明这个是肯定没有人住的啊。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古老的水缸，这样看一看，这房子是不是特别的长，特别的大气啊？那么看这个模样呢，已经空在这里有好几年了。这个瓦呢之前跟大家说过翻盖过新瓦的，去年翻盖的，但是翻盖过后这是没有人住的。好，我们再下去看一下下面的吧。然后这里这个小组呢，只有这一户人家是住有人的，但是我们来2次都没有见到人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一边，这一家也没人。那么然后上面那里是一个3合头的木房，瓦都是全部盖好的，也是没有人的啊。那么这个下边呢是有一个鱼塘，这个水塘里面有养鱼的啊。刚刚2个大鱼在这里，我一下来给惊跑了。大家可以这样看得比较清楚啊。这里是一个3合头木房，相当于是2户是没有人住的。然后这边一户就是3户，上面那一大栋木房子也是2户啊，也肯定是2户，应该是2兄弟的。那么最少这里有5、6户的这个木房子是没有人居住的，只有这一家呢是有人的，他还装有摄像头啊，其他的是没有看到住人的痕迹，而且是好几年没有住人了。我其实是这一次来呢，就是想跟大家看一看有没有人在这里呢，问一下这里这些空房子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已经是第3次来了，还是没有问到啊，特别的清静啊，在这个山里边。这个地方呢，我已经这次是第3次来了，但是依然没有见到有人。我刚才说了，只有下面那一户人家有人在，但是呢，来3次都没有碰到啊。那么确实这个地方呢，有4、5栋的这个木房子是没有人住的，全部是空在这里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上呢，都全部长满了草啊。那么应该是荒废了好几年了。上面这个瓦片呢，是去年的时候翻盖过的，但是今年依然没有人住啊哈。其实荒废在这里呢，蛮可惜的。像木房子的话，一旦没有人住的话，其实损坏是挺快的。所以我相信呢，假如说有人想到山区来住一下木房子呢，我相信主人家是非常愿意的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详细地址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地方的环境呢，可以自己过来询问一下哈。详细地址呢是遵义市播州区乐山镇新土村的江家湾组，你们只要到这个村里面问呢，肯定就能找到这个地方的详细地址。上边呢就是公路，这里走上去呢就是3、4分钟就走到公路了。它这个地方呢也是这种挖的这个毛的公路呢，已经是通到下面来的。稍微清理一下呢，车子是可以开下来的哈。整体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木房子呢，不妨跟着这个详细地址过来呢，去询问一下哈。和石头这样子切出来的墙面哈。然后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镜头中哈，这里是公路是吧？然后主要村庄的所有人呢都住在这个山脚下面的哈。那么整个这个公路上半段呢，这些山全部是空的，而且上去的这个山还是蛮高的哈。从这条公路一直过去，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山上面还是比较高的，然后这个下面啊，这个下面是比较平的哈，这里这一片还是比较平的，当然这个全是荒掉了的哈。那么从这里公路过去的话，那边估计还有1公里多的位置，这个整个上半段的山是没有任何人居住的，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就是这个坡林里面的这个草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说，
这里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搞养殖，特别是养羊、养牛这一块是非常适合的。以公路上段为那个标准的话，所以完全可以把这个牛羊全部放在整个山顶去。这个土里面，这个坡林里面，这个很多草，看到没有？很多草哈。然后这一整片哈，就是没有人居住，特别好去操作的这一整段，就是个路上面这一整段的话，我估计这样过去最少得有2-3千亩，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面积啊，非常便于管理。因为这个整个山没有人住，就只有这里有一个房子，所以我感觉跟这一户一谈好了之后啊，这里就可以搞很大的一个动作。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冬天的话，相对这个冷天比较多一点啊，这个呢就主要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夏天的话就是非常的凉快，一点都不会热，整个夏天都不会热啊。这就是这里的一个整个情况哈。如果说大家有兴趣到山区来搞这种发展的朋友哈，如果感觉这里比较适合的话，大家可以考虑过来看一下，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块地方哈。我个人是这种感觉，但是我自己说实话没有那个实力来搞这个东西，我只是觉得这种地方呢特别好。荒在这里呢比较浪费哈。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这个大山顶上啊，发现了好多的这个废弃楼房，感觉已经荒废在这里好多年了哈，而且都没有修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我带大家看一看，看看对面就是2栋，那么都是4层楼高的，上边还没有建完。那么在我身后呢，这里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楼房，带大家来看一下。像这一栋的话，才建了第1层，然后第2层都还没有建哦。我们再往这里面走一下，这个应该荒废在这里已经是很多年了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了。看看这里面一栋一栋的，全部都是废弃在这里的，不知道当初是建来干什么的啊？看看。你说这个房子是建的小区吗？感觉也不太像啊。像这里还建的是3边，这里的话建的是3层啊，第4层都还没有建完，然后呢，这个就没有继续再建了。看看，全部都是没有建完，然后就停掉的。这一栋也是。然后像这里面的话，地基刚刚打出来，然后就废在这里了。对面那儿还有一排，今天这个天气也不太好，拍的不太清楚啊。这么多的楼房全部是没有建完就废弃在这里了，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还挺可惜的。整个周围看看，很多啊，很多的这样的楼房，特别可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搁置在这里了哈。这里这一栋啊，差不多都已经快完工了，也是废弃在这里的。这边有楼梯啊，我们上去看一下。看一看这个
这里滴水吓我一跳。看一看这个房间里面的一个布局啊，哇，这是有人在里面喂牛吗？这么多的草。看看这个房间的布局，感觉是修的这种套房一样的啊，感觉是一套一套的这个房子啊。这是步梯上去的，这房间里面的布局是这样子的啊。我进去数了一下，这里大概有10来栋这样的楼房，全部是废弃的。那么我进里面去看了一下这里面的格局啊，感觉它是一套房一套房的。这个地方的海拔呢是1300多米，可能是哪个老板呢准备把这个地方开发成避暑房来进行售卖的。或许呢是后来因为一些手续啊，或者说各种各方面的原因呢，导致这个地方呢没有进行下去啊。我感觉是这样的。特别可惜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又比较平，然后呢有10几栋的这个楼房都是废弃在这里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种情况呢？看到这样的场面，你是不是觉得哪家办喜酒啊？其实不是啊，是我们村我们小组的公路通车仪式。尊敬的各位领导、乡亲们，大家中午好！今天是我特别高兴、非常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盼望已久的新庄村袁家岗通州公路马上就要正式通车了。在这里，我代表全体乡亲向关心支持我们的各级政府、各位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莅临新庄村袁家岗通州公路通车仪式现场的各位领导表示最热烈的欢迎。这条路不仅是我们村与外界的纽带，更是我们发展的增长点。在这里，我要感谢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这条通州公路的修建，不仅涉及到资金，还需要政府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尽管路程艰辛，尽管路途崎岖，我们这条公路上却看到乡亲们的拍摄和付出。最后，让我们一起为通州公路的通车祝福，愿它成为我们袁家岗更加繁荣富裕的美好象征。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幸福。谢谢大家。说得非常好，说出了我们乡亲们的心声，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活动进行第2项，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庄村包村领导、松林镇综合执法局何振林局长讲话。各位新庄村的袁家岗的这个市民乡亲，在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也在全体村民的积极配合和付出辛勤的劳动下，把我们这根自输路修好了。希望这个路的修好以后，大家节节发展生产，改变生活，逐渐整容，以更好迎接明年的美好生活啊！我讲这里。感谢何局长的祝福和祝愿。活动进行第3项，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松林镇人大主席徐生同志讲话。好，各位乡亲，大家中午好哈。今天这个天气很冷，但是我感觉到大家心是热火的。又是到了现场之后哈，看到我们这条路通了，大家的脸上的笑脸更加灿烂了。所以在这里啊，今天这个路啊，在大家的一起共同努力下，今天就要正式通车了。这里我代表镇党委政府啊，这里谈我自己的3个感想嘛。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感谢啊，首先是要感谢我们的党的政策啊，从和平空间到乡村振兴，我们新庄村的面貌每天都是一个样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变化。我们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现在修通的这条袁家岗的这条路是我们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我们把它修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感谢党的政策。第二个就是要感谢我们区财政局和我们村支两委这条路是区财政局的1/1亿的项目。然后这个项目是我们村里面的这个村总支书记莫银祥，还有我们的第一书记严帅，他是财政局下来挂职的第一书记，他们两个在财政局跑了不少的趟数，把这个项目跑下来。最开始这个项目这是应该是分到2个镇的，最后在我们的努力下，全部都用在我们这条路上，最终把这条路打通了。这个是第二个是要感谢我们的区财政局和我们的村支两委的共同努力。第三个就是要感谢我们在座的在现在现场的我们所有的这个父老乡亲这个说实话我非常的感动尤其是那天我在群里面看到了大家投工投脑，大家一起来把这条路来帮到他来把它干完。其实我在干很多项目的过程中这个项目能不能干好，首先就是看有没有群众基础，大家同不同意，支不支持这个项目的发展。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条路大家可以看同样的我们田坝那条路打了好长时间，我们这条路打了好长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困难的这个天气条件下，这么快的通车，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这里我代表镇党委政府代表我们村支两委，向在现场的各位我们整个袁家岗的所有的父老乡亲表示真正的感谢。在这个机会提2点希望我们大家共勉。第一个就是希望我们现在通车的这条路不仅成为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一个连心路，也成为我们整个新庄村和我们袁家岗发展的一个这个产业路，我们的小康路，我们的致富路在这个基础上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条路当成自己家的路一样去爱护它，养护它，让这条路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我们的交通出行安全路修通了，我们的交通的这个隐患它就变大了，所以大家在出行的过程中，尤其是我们这个新庄那边有路引林动，有这个道路比较崎岖，大家走的时候大家互相的提醒做到我们的交通安全，让这个路真的变成我们的健康路。最后就是和大家共同的一个祝愿祝愿我们的新庄村我相信在我们的这个镇党委和我们村支两委和我们所有群众共同努力下，我们新庄村的明天会越来越美，我们群众我们大家的口袋越来越鼓，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谢谢大家。活动进行第4项，请我们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镇人大主席徐生同志、镇综合执法局何局长和新庄村穆应祥书记为通祝公路剪彩，左手拿红丝带，右手拿金剪刀，剪出我们的幸福之路、希望之路。鸣炮！现在我宣布袁家岗通祖公路正式通车。静的下，管风吹呀吹，吹不干千年的洱海。我遇见你的那一天，世上才有风花雪月。十里香上观花开呀开，开不完相思的缠绵。我相信最美的情缘，不在天上，在人间。等到那一天，风停了，花谢了，等到那一天，雪化了，雨落了，我就化作一只蝴蝶，静静落在你指尖。
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遵义市汇川区沙湾镇建设村的深山峡谷里边。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一大栋房子？这个呢当初是修来做民宿的，可能是主人呢经营了一段时间，这个地方呢确实太偏僻了，可能没有经营起来，然后呢就废弃在这里。有看到这个边上都是栏杆拦住的，而这个房子呢感觉应该是废弃了1-2年以上了哈。那么大家看这里的环境，整个环境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公路呢也是通到这里的，只是不是特别好走啊，只有4米多的路。然后这里呢是在峡谷底的一个底部，环境非常的漂亮，我给你们看一下，然后你们觉得有没有兴趣来接手接着经营？因为可能这个主人当时在经营这个民宿的时候呢，或许啊人们对这个深山呢不是很向往，但是时过境迁是吧？今天呢就很多人呢特别喜欢到那种深山里面去感受那个大自然，对吧？所以呢现在或许比前些年呢要比较容易经营一点哈。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公路呢到达这个前边一点呢就已经到头了，整个这个位置呢就在峡谷的底部，高山峡谷底部啊，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周围都是这样的山堡围绕，是吧？然后这个房子呢就正好在中间一块平地的位置。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好，群山环绕，对吧？然后呢海拔呢，这个位置的海拔有1200，所以说夏季是非常非常凉爽的哈。这条公路呢就是进到这个里边的唯一的通道啊。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外观啊，这个房间应该是非常多，看看2楼都有窗帘拉上的，那么就单边一排呢就有10多间的房间，那还有这边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到正面去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个是从这里进去的哈，我到这里面来给大家看一下，中间还有一个老的这个木房子是保留的，大家可以看，这个一看以前就是这个大户人家哈，看一下是单独的一间一间的，2楼也有阳台啊，然后两边都有。这个房子感觉是一个大型的一个4合院的感觉，房间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房子就在山脚下，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房间呢，最少有个20来间吧。然后它这个木房子以前的这个古木房呢是保留在这个最前边的，看看。所以这家老板造这个房子呢，他还是有讲究的哈。这个木房子呢是保留的，然后建的这个楼房呢是建一个3合头的形式，把这个木房子呢围在了中间。感觉他这个房子呢是修好之后哈，压根就没有怎么经营呢，然后就废弃在这里了，是吧？哎，看看监控都是装上的。那么你们看这边就是1、2、3、4、5、6，这边就是8间，那么再加上后边就是10多间，那边可能也是7、8间，所以呢，它整个一栋楼房呢有20多间的这个避暑房。我的感觉呢，它这个房子的位置建得非常非常好，整个后山都是群山环绕，然后前面呢一条路通向前方。不管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啊，不管是风景也好，地理位置也好，我都认为这个房子地理环境是特别好的。那么它为什么没有做起来呢？我猜测第一个原因呢，可能确实是交通不是很方便，因为这个路比较窄，
然后进来的这个路呢，有一些地方还是没有硬化的，都是那种石沙路。那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致命的问题，就是手机没信号。我带了这个联通的、移动的手机都没有信号，就是通话的2G 信号都很微弱，4G 信号是完全没有。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还有第三一个呢，确实是太偏僻了。你要从这个镇上到这里的话，有20-30公里，而且有10多20公里的话，全是那种盘山的羊肠小道，一般的人开车是不敢开过来的。所以呢，也导致了他这里可能就没有经营的好啊。最终呢，这个房子呢就丢在这里了。但是现在朋友们呢都特别喜欢这种深山，尤其越偏僻的地方呢，很多朋友呢越是好奇。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一个能把它经营起来的一个机会。如果说朋友们有想到深山里面做民宿的朋友哈，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参观一下这个地方，然后看看是不是通过你们的渠道呢，可以把这个地方盘活。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环境是非常不错。从这个房子往前方走的话，它是有一条河流过去，然后再从山的另外一边呢，也有一条河流过来。整个从这个峡谷出去的话，它是有水流的，那边个山脉过来也有水流。所以呢，夏季的时候啊，到这个大峡谷里边来玩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呢，需要就是有点思维的人哈，不是在这里坐着等，那你是永远等不来，就是必须要有思维去外边寻找人到这里来避暑呢。我觉得是可以把它经营起来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来这里看一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惠水县的县塘乡，这边有一个燕子洞非常出名啊，它的洞高有215米。什么概念呢？就是目前世界吉尼斯纪录的马来西亚沙捞越洞呢，它的高度都没有这个燕子洞高，所以呢也被称为天下第一高大洞。现在呢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包括我身后这里这一整条河流呢都是燕子洞里面流出来的。这边有一个师傅在这个河边弄鱼啊，应该是他们当地的人啊。这个河水真的是非常的清澈。哇，我们可以看到走到这儿，这里已经有一个穿洞了，那么这个水呢就从这个洞中穿流而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河水流到这儿之后啊，如果说这里没有这个穿洞的话，它这个水就堵在那边成为堰塞湖。所以这个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哈。走拉起来是不？多高吧？看高人呢？哦，燕子洞还要走上面走啊？对了，朋友们，有一点事情要跟你们提醒一下哈。今天我为了找到燕子洞景区呢，其实上我已经绕了几十公里的路程。我是导航燕子洞景区这个地理标识，然后结果是导到另外一个村庄去了。那么那里的村民跟我讲呢，好多人都导到那里去了。所以呢，大家不要在网上去导航那个燕子洞景区的那个地理位置哈。你们最好是导航到县塘乡或者说红旗村，然后再问这个燕子洞怎么走，让当地的村民给你指路。这一路的美景尽收眼底，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漂亮哈，朋友们。哇哇哇哇哇，是不是燕子洞马上就要浮现在我的眼前了？哇！这也太漂亮了，就是那个洞。这个应该确实非常高，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啊。
燕子洞呢，先后成为省级风景名胜区主体景区，被评为第一个亚太国际地理标识公园，入选中华100大生态美景奇观、世界喀斯特美景中国区范例。燕子洞为什么又被称为燕子洞呢？因为它洞内栖息有众多的白腰雨燕而得名。每年春季的时候呢，大约有40到50万只的燕子归来。当燕子秋季离去的时候呢，加上繁育的燕子啊，总的可能有达上百万之多。如果能目睹一下那些燕子的话，就非常好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穿洞。穿洞穿过去之后呢，里面就是燕子洞。如果说我们要看到燕子洞呢，是要从边上这个山上爬过去的啊，不然的话是看不到的。还有一个重点要提醒大家哈，现在这里是不收门票的，所以说朋友们想要参观一下的，可以赶紧过来看一看。保不准以后开发成景区的话，就要收门票了哈。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四川的阆中古城，它和云南丽江古城、安徽徽州古城、山西平遥古城并称中国4大古城，但阆中古城呢是存在感较弱的那一个，但是它的历史也是非常厚重的，至今已经2300多年，自古以来就是巴蜀军事重镇。三国时候的张飞呢就曾在此驻守7年多的时间。阆中古城风水文化独具特色啊，地处四川盆地北缘，嘉陵江的中游，由大巴山脉、剑门山脉和嘉陵江水系交汇聚集形成，三面江水抱城，其山川形势独特，山水城融为一体。城市选址是按照中国古代风水学的理论为指导选择的。阆中古城的建筑风格体现了中国古代居住风水观，棋盘式的古城格局啊，融南北风格于一体，形成半珠式、品质型、多字型等多种风格迥异的这个建筑群体，是中国古代建成选址天人合一的完备典型范例。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瓮安的夏石石林，就在这个山上有一片非常漂亮的石林，据说是4亿年前形成的，
跟着这个道上去呢，就能看到石林。现在咱们去看一看。这里有一些指示牌。那欢乐谷石林景区呢，就从这里一直上去啊，前面一点就是欢乐谷。石林就在这个山上面哈，先经过这个欢乐谷呢，就到上边的石林。应该是从这里上去的吧，人也没有。哈哈。从这走上去啊。哇，这个像什么？大家看看这个。这颗石头像一个兵器，像什么？像那个，就是那个土枣核町那个老太太叫什么？还挺漂亮的，朋友们。可能，像这种石头的话，在这个视频中的呈现没有现场看起来那么漂亮，因为它颜色就是青色的这种石头，所以说在这个视频上的展现的话，它看去没有那么漂亮的。现场的效果应该是要比视频上看出来要漂亮的多。如果说你们到瓮安来玩呢，这个地方可以值得来看一看的哈。很多石头都是奇形怪状的。也许喜欢拍照的一些朋友呢，可以到这里来拍点照啊，拍点视频啊，都是可以的。而且这边它是不收费的哈，以前我不知道是不收费，反正现在是不收费的，直接这个车都可以开到这个石林的位置，也不需要你走路啊，非常方便。
兄弟们，今天我们又到山洞这里来了。今天这个洞主啊，朱老板是别出心裁啊，搞了一个猪槽过来，然后所有人都当一回猪。你在哪里搞的，朱老板？我在。这个猪槽上午是不是还有猪在里面吃东西啊？对啊，我就把天蓬元帅的吃饭的家务都给他抢了。我还得讲了，来，不想了去。我的妈呀！不开玩笑啊，猪槽里面吃吃那个天麻炖那个腊猪皮是吧？这是。正把你今天在那个猪头里面吃，我中午了，还有猪头吃。朱老板是什么意思？就是招待猪呗，招待猪呗。朱老板招待猪。哎呦我的天！最搞笑的是上午猪还在里面，还在这样搞，下午就是人了，下午就变成人了。今天欢迎往事啊，先往姐，你弄一点小凳子了好不好？小凳子那种。50多年了吗？对啊，这个猪槽有50多年了。那喂的猪是不是不计其数了？最开始这个猪槽是这么大，你看被咬到剩多少了？全部被猪舌头点的是吧？对啊。我一想到等一下怎么吃呢？我的。未来可以啊，未来可以。有这个猪槽的时候，我都还没出生。今天我们就要一群人围着这个猪槽。体验一回这个当猪的感觉哈！今天这里蓬荜生辉，今天这里人山人海，一群人围着一个猪槽，体验做猪的感觉。真的是跟喂猪一样的哈，朋友们，真的是跟喂猪一样的，不开玩笑的。我们一群人都会在这里吃。来，我来第一口啊！我也敢吃。我们吃猪槽里面的猪肉，吃天麻吧。那个天麻是在猪槽里面炖出来的，特别香啊，这个味道，香糯的。天麻好吃啊！来，快抢！快抢！哎呦，等一下被人家吃完了，我对，这个太多了。快点！第一次在猪槽里面吃饭，我天！慢一点嘛！大家都在抢，不要抢啊！我菜给我抢完了，等一下。你不要说这个吃起来真的香，真的香哎，不开玩笑哎。他们说有猪屎的味道，我觉得就吃不出来。你别说话行不行？我说那猪舌子，哦，猪舌子是吧？不是猪。你看我用的咬的。泰国就是乱吃没有。来了，这个天麻都整个的，它是相当的哇塞呀！这画面亏了。真的是猪头，拿过来才洗。人说人世间有很多的怪事啊，说云南有18怪，什么贵州有什么怪，但是都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怪到什么？猪吃过的东西，我们还要拿过来重复去吃一遍，这叫什么呢？享受生活。在中国的西南部，有一个被群山环绕、气候湿润、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贵州。在这里，有一种被誉为天然保健品的草本植物正在静静的生长，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天麻。天麻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以其根部入药。它的生长环境要求严格，需要高海拔、气候湿润、土壤肥沃、无污染的环境，而贵州正好满足这些条件。贵州的农民世代种植天麻，通常都是种植在高山密林之中，
种植方式也是更多的融合大自然，从种植到收获之间无需人工干预，再到加工晾干，每一个步骤呢都严格把控，保证了天麻的品质。贵州天麻以其优良的品质和独特的药理作用，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它可以帮助改善睡眠质量，缓解头疼头晕，据说还有抗衰老的一些效果。你要问贵州天麻有什么优势？第一就是自然环境的优势，贵州属于高原，森林覆盖率呢有 62.8%， 位居全国前4，年平均气温适中，四季分明啊，非常适合天麻的生长。第二，土壤优质，贵州的土壤含有大量的有机物质和微量元素，特别是天麻种在林下，每年的这些落叶以及下面的杂草腐烂形成的腐殖土呢，有着非常丰富的营养，这些呢都是天麻生长所需要的重要元素。第三，高海拔，贵州的平均海拔呀都在1000米以上，这样的高海拔呢更有利于天麻的生长。第四，无污染，贵州省的环境污染相对较小，更有利于天麻的生长以及天麻的品质保证。第五，丰富的种植经验，传说在远古时代的时候啊，乌蒙山的密林深处住着的彝族原始部落呢，就已经开始使用天麻。600多年前，古代彝族女政治家麝香夫人呢，去朝廷面见朱元璋，当时呢，一同带去的就有天麻。朱元璋尝了天麻之后啊，大加赞赏。据说天麻这个词呢，也是当时朱元璋赐予的。今天贵州天麻已经走出大山，走向了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它以独特的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贵州这片土地的丰富和美丽。在这片土地上，天麻继续生长，我们期待更多的人能了解到天麻，了解到贵州，感受到这份来自大自然的纯粹和美好。朋友们大家好，自从我去年发布了郑老师的视频之后啊，很多朋友一直在联系我，是怎么回事呢？郑老师呢，他研究这个黄金种植几十年，那么在山上寻得几十种黄金呢，不断的去试种，从中呢找到了一颗品质非常好的黄金，它的产量高，口感好，药用价值呢也非常高。那么很多朋友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就对这一颗黄金呢非常的有兴趣啊。那么我也差不多有1年没有到郑老师这里来了，那今天呢我又来到了这里，带着大家的所有疑问呢，我们去郑老师那里一探究竟。你现在走哪去了咯？就是村里面。村里面主要你们我就到那儿扯草，扯了往那进，就是2块儿和全部嘛结个黄金了，那个草松了我整了然后追回。今年那个黄金的话，可以有好多产量啊？种里面的还挖不得喽，你才种2年了嘛，挖得的也产量那么多，一般都要3年的挖。3年挖哈。你3年能够挖的有好多啊？现在这边种的统计下来了吧？统计光有7、8亩。7、8亩地。7、8亩地几万斤哈？几万斤。不多哎。是不多嘛？因为这个涨势慢了，你不发展慢了。好多人都说想试种海来，所以跑起来问下你看。还有好久才可以挖完？下个月底就，这个月底就可以挖，10月底。10月底就可以挖了哈。我给你们看一下哈，这个不管是做农业还是做中医药，都是需要这个理论知识和实践结合。你们看看郑老师这里这些书，这些书全部是中药材的，有什么《黄帝内经》啊，什么华佗神医啦，中国药典中药啦，他这些书全部都是中医药的书籍。你这些书在一直都在看吗？之前买来一直都看。这些吧，只是一个小部分咯，这都好几本。是啊。还有一些种植技术的没人弄。种植技术哈。种植技术呀，它这个药类属于林药类，包括林学类也有，还有生物类我也有，那就是这书籍都有评不起的。真的。反正我这个栽的时候才3年
再就是坡上找来大小不一样，那么栽的，所以它有些像那个小棍的哈，像栽起它要小棍的，就是个小了嘛栽的，这样就可以。它的大小不一样。如果浅颜色像这种云锦的话，它还要高才能把它打出去的。这个人心不绝哈，就像也还在够意思。对。你研究黄金研究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品种的？因为都是找对比啥子，5年前就对比出来了，对比出来就其他的就甩了，捡的不要，我在坡上闯到都不要，只能摘根样品，我拿来没有用的，摘也不长。我就单找这种黄金，现在就是在山上找都专找这种。现在嘛，当然发展起一些了。你当地带起好多户来干这个事的，种黄金的话。我们这附近有10-20户。像你这个呢，也猛地干了好多斤了？也猛地干过1把斤嘛，没得问题的嘛。也是研究了那么多年才研究出来的哈。他们去发展的那这个真的也应该是很好哈。应该他办不得好的就长得好，有些办不得不好的又长得不好，但底下的个都可以，我都会看的。我现在带你们来看一下郑老师的房子边上这一棵黄金王。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黄金的苗是非常高的，我的个子呢是1.8米，你们可以看看，接近3米长的一个苗高。那么它这个地方呢是种植的一窝黄金啊，没有说种很多颗，但是呢这一窝黄金呢，因为经过郑老师的精心打理啊，那么3年呢长得这么大，我相信你们看到都会非常惊讶哈。它的每一颗这个黄金苗呢，都是超过2米以上的苗高。这种黄金基本上是很多人是见都没有见过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窝黄金呢，到现在差不多就是3年的一个时间。那么总的有7颗苗，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苗的一个长度啊，也就是高度嘛，超过3米。那么我们再看这一颗黄金，它出苗的这么一个面积，大概有1平方米左右的面积。这个地方呢，就是黄金的个儿，我可以这样比大家看一下，应该有这么粗啊，这个2颗。那么也就是这一片土地下边挖开呢，整片都是黄金。那么相当于这一窝黄金呢，假如说我们现在把它挖出来呢，最少也有10多斤以上。这个就是种植的一个黄金种块的产量哈。因为它的苗都是2米多，接近3米，比我高很多啊，所以这个产量大家看得到的。那么现在我再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年初2月份的时候新种植的黄金，看看它长什么样了。那么这一片呢，就是我们今年2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做种植演示的时候种植的这一片，到现在为止呢才8个月，你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苗的一个长势啊。这样的种植视频就跟大家说清楚了哈，还有不明白的呢，大家就再联系我说哈。切过多一点时间，长得青悠悠的，土都盖完了，就是这个。虽然有好的品种，但是管理也非常重要。像郑老师这里这一点呢，是2月份才种植的，那他这里就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他管理的好嘛。不管理，那么尤其是在第1年的时候，地上的草呢出来的非常非常的快，你不好好管理呢，这个草给盖住了呢，那个黄金苗长出来也不好啊。所以大家管理非常非常重要。这挖起还费力的很哈。都挖哪些？这个就是1年多点的，看嘛，好大个来的。这个黄金就是等于这个是1年多点，然后它比如说第2年你看到它就是几边长，什么？对吧？它是的，这就是你剖这个你看到噻。这些要痕迹长一出来，2边要长。对，因为这是挖烂的。说对，还不长。大家看一下我手上拿的这一株黄金，大概是1年半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么我们种植的时候呢，相当于这块的1半，
差不多。那么现在是这么大一个，你们可以看到哈，大概是1斤多2斤。这一颗呢也是这个上边的。那么如果说长3年呢，它会长非常大，因为我们这个多花大田黄金呢，它是四面八方都在长的，它不像别的黄金只朝一个方向。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3年之后这个黄金会长多大，一目了然的。今天到郑老师这里来呢，大家想了解的情况呢，应该知道了吧？这个月底呢，开始挖黄金。最后呢，我要跟大家提一个醒，因为郑老师呢，他在网上经常看视频，也看到了我们去年拍摄的视频呢，有被一些农业公司、一些其他的机构呢，盗取我们的视频去胡乱的剪辑之后，去欺骗一些消费者。所以大家要擦亮眼睛，因为黄金的品种呢有几十种。有很多的黄金呢，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如果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或者看到我和郑老师呢，你们一定要找到我们人，才能够确定是不是视频里面介绍的黄金。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好吧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山里面在下雨啊。就是上一次我不是发了一个长5间的这个木房子啊，有些朋友呢就说。能不能租啊，或者干嘛的？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啊。这边是乐山，正好我回家呢，正好要经过这边，从这里进来了也不远了。今天呢，我就进来看一看，大家可以看我后面全是山啊。现在我们去那里了解一下吧，因为上一次我们去那个长5间房子的时候呢，那里是有人居住的，但是没有碰到主人家啊。今天这个下雨呢，走这里过呢，应该是能够看到主人家的。然后我这边。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周围的这个一个详细情况吧。大家看一下这个上面这里是公路啊，这里是有打那个水泥路的。那么现在我们是走这个毛路下来啊，它这个毛路是挖了之后没有硬化的啊。然后这里是公路上去，这个公路两边都通了，一边通往这个枫香镇，一边通往乐山镇，两边都是通的哈，其实交通还是方便的。那么这里这个长5间的这个房子呢，就住在这个山坳里啊，就住在这里前面不远。然后上次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就是它这里呢，整个一弯下去呢，这个土啊相当的平，看到没有啊，都很平哈。那边你看有那么多的这个木房子，那个地方也是通公路的。然后这里的大概这个地形是这个样子的哈。然后我们现在呢，就从这里走着过去啊。看一看它这个房子还是靠山建的，看看这个后面是有一个山堡的。这边呢，这边上去呢，这些地也是比较平的，这个可以看得到的。这边是他们搞的牛圈，然后这个门前呢，你看有这么大的一大块土，然后这里一弯下去都是平的，都是很平的哈。所以它这个位置我还是蛮看得上的。走。啊，没有钱粮，来耍哈儿。这个房子全部在你们的哈。哦。你们就2个人那么多？啊，我们长了2个。年轻的？年轻的外面。在外面哈，在外面打工哈。嗯。你们这还好大一碗田下去哈。啊，对面俺高的是不是有洞啊？没得。那个白杨呀？没得洞的。哦，你个洞的好深。好大。外面在哪儿就行了，你们种这个啷东西哇？哦，乔子。那你们这啷个没整成田呢？这个门口弄了好几张，晒田了。水从哪来呀？水都丢到了，来绕那条沟噻。有水的哈，水噻。有，就收过那边过的嘛。哦。哎呀，你这个在我这编啷个东西哇？我这个没炒的啊。你还是个篾匠啊？炒个白椒子。哦，我头次来看呢，没看到人呢，我别人说可能去干活路去了哈。我们是在这少。哦。我们那外面有活路，我们就出去做活路的了。哦，2点半头没人住的。
二边旁就是二边8厘米啊，他们长了二边养狗条家。像他这个房子假如是人家有人想来这来住了，他干不干呢？哦，哪个走自己哭嘛，来哭起住了呀嘛，自己考个哪个自己哭嘛。他哭好生了。咦，最近没哭痛的又不闹着，冷飘飘的。冷飘飘的。哎，你们觉得冷飘飘的，人家觉得好生的。这空气也比较，有空气啥好点。城市苦过的嘛，他这农村来苦爽了。这有空气它是好的。长5间的房子呢，是他叔版一半，他们一半啊，就是1家2间半嘛。然后，如果说有人看得上想来住的话，其实可以免费的啊，就是他的土地啊，包括这个房子啊，都可以免费给你住，只要你愿意来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他这里有一个好处啊，你来住的话，就是你还可以给他们做个伴儿，对不对？还不显得那么孤单吧，就是还可以聊聊天啊，吹吹牛啊什么的，在地里种地啊。而且我问了他们，这个水源也挺好的。怎么样？像这种木房子免费让你来住，你愿意吗？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哈。这个地方地址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方的地址是播州区枫乡镇的纸房村。然后主要是我看中他们这里啊，这个水源上面有一条沟啊，水源也非常丰富。然后这一弯下去的话，这个几十亩田啊都是非常平的。要种地啊干嘛的都是在路边啊，这些地都是在这个公路边，还是非常方便的啊。这里如果这个房子啊让大家来免费住，然后呢又有这个土地可以耕种，你愿意来吗？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啊。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有很多人来问我，你们贵州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农特产品啊？当然有了，就是这种水果。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见到过吧，也没有吃过吧。它浑身长满了刺儿，你一不小心的话就被它扎一下。像外地的朋友的话，看到这样的水果他也不敢吃啊，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吃，对吧？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赤泥果呢是可以吃的，而且呢营养价值非常丰富。它不单单是赤泥果上长了这么多的毛刺，它的树上呢也到处都是这种很硬的刺，很坚硬的刺。如果你不小心被它抓到的话，是非常疼的，而且是要出血的哦。那么我们去采这个赤泥果呢，一般都要戴手套啊，你不戴手套的话很容易扎手。当然我们有经验一点的话，可能就这样子啊，用手去把那个刺呢跟它这个跟它麻过来，对吧？把这个地方搞掉，剩下这个刺果怎么办呢？用牙咬一下，采下来的话它还全是毛刺，那就我们就牙齿咬一下，咬一下呢就要把它这个里面的籽给抠掉。我们把它咬开了之后呢，就把里面的这个籽给它抠掉啊，就是这个形状的，边上依然是这么多毛刺，然后就是这样吃，刺也一块吃掉了。它是那种酸酸的、涩涩的那种味道。有人会问哈，你这样吃进去，这个刺都扎手，难道不扎嘴吗？你到这个嘴巴里面的话，这个舌头的这个敏感度非常高，它一旦碰到的话，它就会把这个刺压扁，或者说它知道往哪个方向，它才不扎嘴哈。这个咱不好描述，反正嘴巴里面是很厉害的。我跟大家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个赤泥果，虽然它很小，就比我们的大拇指大不了多少，但它的营养价值却是非常高的。它有健胃消食的一个用途啊，就是我们肚子很饱的情况下，我们吃几个呢，它有消食的一个作用。但是反过来，我们肚子特别饿的时候，随便吃上2、3个这样的赤泥，它就有很好的这种饱腹感。
所以说呀，它是补充能量非常好的一种野生的刺梨。你要吃它呢，有可能你要被扎好几下。你看，刚刚我为了吃它也被扎了几下，而且我还是有经验的，对吧？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刺梨果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那它高在哪里呢？ VC 含量非常高，它的 VC 含量是苹果的600倍，是猕猴桃的20倍，是柑橘的100多倍。所以，假如说我们需要 VC 的情况下，你吃任何东西都没有吃这个刺梨果来的实在。所以这就是它的价值，而且它里面还含 VP、VC、SOD。如果说是生吃的话，它这个口感确实是很一般。不过呢，现在这个刺梨果呢，已经是加工成了很多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把它晾干啊，晒干之后呢，可以拿来泡酒啊，是非常好的。还有做成这种刺梨干呀，把它做成这个刺梨汁儿啊等等啊，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衍生产品出来。比如说把它浓缩成这样的刺梨原液。 那这个呢，就喝起来口感要好很多，而且它的 VC 含量呢也全部提取出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哈，我们每100毫升的这个刺梨原液呢，它的 VC 含量啊是800毫克，天然 SOD 呢是53000优个单位，刺梨多酚呢是1000毫克，这个含量是超级高的。我们一瓶呢是50毫升，那实际上它的天然维生素呢就是400毫克。 啊，天然 SOD 呢就是26500优，刺梨多酚呢就是500毫克。我们人体呢一天一般需要100毫克的维生素 C 就可以了，特殊人群呢可能多一些。这一瓶的含量是400毫克的维生素 C， 我们喝这么一瓶这个刺梨原液就能够超过我们一天所需要的 VC 含量，所以你是不是特别容易补？而且我告诉大家哈。 我们去补维生素 C 的时候，很多都是合成的，那么它不能促吸收。而我们的刺梨原液里面，它含有天然的 VP，VP 就是促 VC 吸收的。也就是说，我们喝这样的刺梨原液的话，它是更容易被我们吸收的。朋友们，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刺梨原液它被称为液体黄金，它对我们人体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它的医学方面的东西我们是不能讲的，所以大家可以更多的去了解。比如说我现在喝这一瓶这个刺梨原液啊，我喝给你们看一下。50毫升，2口就喝下去了，营养就吸收的满满的。你们知道这一瓶它是400毫克的这个天然 VC 含量，假如说 你要去吃水果来补充这个 VC 的话，你要吃多少呢？你要吃10公斤的苹果，而且它的吸收程度是不如喝这个原液来的好的。朋友们，每天让你吃10公斤水果，你吃不吃得下去？所以我要跟大家说，你们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下我们贵州的这种特殊水果刺梨，那绝对是21世纪对于水果最牛的发现。 我相信这个产业可能在贵州会发展越来越好，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好东西。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刺梨果哈。假如说你在山上看到有这个刺梨果呢，你就可以直接吃的啊，不用担心啊。它虽然是刺儿头不好弄，但可以吃，而且是充饥很好的这种野生果啊，吃几个就能有饱腹感啊，非常适合野外生存的这么一种水果。 那么你也可以把它采回家，晒干之后呢，拿来泡酒啊，也是非常好的。第三一个呢，你可以加工成果脯，你也可以自己加工啊，没有问题的。自己拿回去之后煮一煮，然后把它晒干也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榨汁啊，把这个水果拿回去，把里面的籽抠出来，然后把这个东西去掉，那你就可以用榨汁机来榨汁，榨鲜果汁，那吃起来是不是又是另一番的味道呢？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这个刺梨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我们贵州的好产品，还有很多是你们不知道的哟。朋友们，现在我在大山里啊，我发现这边有一片崖壁挺好看的，带你们来看一看野景啊。这个边上住有几户人家哈，然后现在我相当于是走在崖壁的边上。
看一下这下面，都是那个万丈悬崖。我看一下走到哪里才能看到对面的风光啊？这边有一些他们砍柴的路道。哇，来看一下对面，全都是悬崖峭壁。我这个地方下去的这个崖壁可能有好几百米高。就在森林中的一条小路，而且我的右侧就是很高的崖壁啊，那种悬崖峭壁。哎呦天哪，来到崖壁边了。咱们看一下下面，我好像只能在这里看一看了，看一下这个峡谷的风光。对面的那些崖壁挺漂亮的，应该是我这面也是非常好看的。我把无人机飞下去看一下，我感觉下面好像有一个村庄啊。哇，朋友们看到没有？这个峡谷里竟然还有一个村庄啊！我们无人机飞进去看一下，感觉这个村庄是不通公路的，它这个村里面有穿来一些小道，但是没有看到有公路啊。那么我们看到峡谷底部下方是有一条小河的，这个村子所居住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哈，青山绿水，悬崖峭壁。耶，我怎么感觉这个村已经是一个荒村了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看这些房子啊，好像已经没有人居住了。看着土地呢，好像近2年呢还有人种地一样的，因为没有多少的草。我估计这个村子荒废呢，也可能就是近1-2年的时间吧。反正我用无人机搜寻了一下，没有看到有人在，也没有看到有牲畜，估计呢就是一个荒废的村子了。那我们从这个空中的大视角可以看到啊，这个村庄的前方就是悬崖峭壁，后方呢也是非常高的这种高山。环视了一下四周啊，方圆应该是5公里内是没有任何的住户的。这个村子呢，它就坐落在一个大峡谷下面啊。真的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吧。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成为荒村呢？我觉得可能也是通不了公路，然后和外界联系多有不便，所以呢就把这里面的人全部搬走了吧。大家看住在这里的人应该有好几十户，因为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房子呢也有10来栋吧。哇，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是不错呀。坐在这个峡谷底部，它也不缺水源，然后守望着这一片青山绿水，悬崖峭壁，又住在一条小河边。其实在这个地方隐居真的还蛮舒服的。如果说真的你是厌倦了城市的那种喧嚣生活，在这个地方隐居的话，那绝对是超级安静的，有可能半年1年都没有人来给你打个招呼，对不对？我都不知道哪里有路进入这个村庄哈，因为整个四周我都观察了，没有看到哪个地方有路。哇，真的是一个绝佳隐居的好地方，别人也看不到你。你真的是厌倦了城市的那种喧嚣生活，可能这个地方或许更适合你。有没有人喜欢的呢？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交流哈。朋友们，现在我在深山，这后边呢有一独户人家，有人居住的啊。然后这个房子呢已经有几百年了，而且大多数呢都是非常珍贵的那种古楠木。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栋房子就是几百年了的楠木房啊，我带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水缸，他们这个水缸还搞得比较有特点，这个是圆弧形的，这种石头很难找的。
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柱头都是楠木的，就是这一栋房子啊，很多的这个柱头都是楠木的。这一棵，看一看，懂的可能就知道啊。就是这一栋古木房，已经是有几百年的一个历史。那么这些柱头和它装这个房子的这个门板，大多数都是楠木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这些柱头也是啊。然后他们这里不是搬迁吗？中间这里有一家搬迁了，就是一间了，就是一间一个晋升，有一家搬迁了。那么就是中间这一间锯下来，上面的木料都卖了几千块钱。特别难得的一栋古木房啊！主人家呢，现在去山上找羊了。我们看一下，他这里还挂了好多的老腊肉。这一栋木房至今已经是最少有200-300年了。你们觉得值多少钱？大多数都是楠木的，就这边随便削了一间，他们就可能有1-2棵楠木树吧，就卖了几千块钱。我估计这一整栋的话，最少也得个上100万吧。大家说呢？下大雨了，走不了了，那就落也难了。哦，你们在这后门那边还可以抽的是吧？哦，我听他们说这个房子都整了几百年了咯。是啊，都几百年了。不是几百年了噻哦。你们都不晓得哈，哪个事儿整的？我们不晓得。有人来买过没得？我是2-3次当了。来2-3次当了，出好多钱哇？不晓得。这个房子要把呀，假如要是我全部拿卖要把卖8-8万呢，最少的要。200万啊，这个没有。现在那么好多人进了，他不成吗？如果全部是也就不得了嘞，全部是也就不得了的。人家挣了干钱啊，几个了，人家都卖好多钱嘛。卖几千块钱说的噻。哎呀，走了老人家，走了，我的。有雨啊。不要紧，这个也等不住啊不，他一会儿来偏一下来，偏一下来，没事的。就这一栋老房子是楠木房，听这个老人家说，已经有这个好多人来看过了，可能是这个价格谈不拢吧。就是你们看到的中间切下来那一点，就卖了好几千块钱。我估计一整栋的话，最少也要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阿泰是来到了贵阳花溪区的贾定村。我们贵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除了有非常多的奇异风景之外呢，也有很多的神秘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习俗啊。今天呢，我就要带你们去看一看贾定村的这个神秘洞葬。他们这里呢是苗族啊，就在这个房子的后面呢有一个山洞，这个洞里面呢放着100多栋的棺材。现在呢，我就要带你们进去探秘一下哈，胆子小的呢就不要看这个视频了。我刚到这里呢，这只猫猫就一直追着我叫，我感觉它是饿了，给了它一片面包，果然是饿了啊。这个地方呢是有一栋这个房子的，这一条路呢就是进入洞葬的这个路，然后这边看到有树立有这个牌子啊，贾定苗族洞葬。贵阳市的这个文物保护单位啊，而且这一栋房子的主人呢，他就是这个地方的守洞人啊，就会
保护这个洞藏的这个安全呢，各方面等等。但是今天呢，好像是没有人在哈，那我们呢就只能直接进去参观一下了。你这只猫猫呢，刚才感觉它饿了，然后给它2片面包吃，然后呢，我们走到哪儿它就追到哪儿。我们往洞藏里面走呢，它也想跟着。难道它就是手动的吗？它也是手动的吗？因为主人不在，正好它在这里帮着看一下，是吧？意思是监视我咯，是不是猫猫？喵，是不是监视我？走吧，走吧。我感觉这个猫猫就是监视我的。走吧，走吧，我们进去看一下就出来，好吧？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山脚下，这里呢又有一块牌子啊，假定苗族洞藏。这里呢也有一个洞，然后他们的棺材呢是放在这边的这个洞口。那么这个洞呢和那边那个洞呢是相通相连的。现在我们就到那个洞去看一下。这个地方呢是做了这个步梯啊，走这个步梯上去呢，就到了这个洞藏的一个洞口。这些棺木呢，葬在洞中已经是上百年的这个历史了啊。现在他们新的是不葬在这里边的。那么这里面呢，远古的时候葬在这里面的都是一些族群里面德高望重的一些人，或者说对这个族群贡献非常大的一些人呢，才可能是葬在这个山洞里面的啊。这个洞口和刚才我们进来那个洞呢，它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它从后面那个地方拐弯过来啊，就可以到达这里。所以整个这个洞里面是通风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看我正在这里拍摄洞藏，然后呢这只猫猫呢又上来了，我感觉它真的是在这里手动的。因为今天下边这个手动的这个主人不在啊，我们来的时候就看到这只猫猫，它就一直跟着我们跑过来。猫猫，它还跑进去。走了，妈妈，走了，我们走了哈。这个地方呢是后洞哈，大家走到这个后洞那儿，你看到那里摆放了很多的香烛子。我估计他们当地的苗族过来祭拜的时候呢，可能也就在这个地方啊，还有前面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洞呢，它跟刚刚那个放棺材的那个洞口呢是相通相连的。这里进去之后是拐一个弯之后呢，就到达刚才的那个放棺材的那个洞口啊。所以这个洞是非常有讲究的，因为它是一个轮回的一个洞，然后呢又可以通风。所以选择在这个洞里面葬了那么多的棺材，他们苗族的这个祖先呢，一定有这个先见之明，对吧？一定是他有太多的这个考量。好了，朋友们，我也不在那里逗留了，赶紧出来吧，因为在那里站久了，这个汗毛也直竖啊。还好那只猫猫在那里陪我一下，走，赶紧走。你们敢不敢到这样的地方来看呢？
大家好，这个深山峡谷里面呢，住着有一户人家，里面呢是2位老人哈。之前呢，我和巧克力来这里探访的时候啊，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当时呢，因为我们没有带钱啊，所以呢有点不好意思啊，这里边呢又没有信号。今天呢，我就是专程过来呢，去拜访他们2位老人家一下。我们带了这个礼物，这个呢是超市买的一个礼物，这个呢是我们带去的1斤的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干天麻。走，我们进去吧。哎对，太可恶了，累的呀，大声点。哎呀，朋友们，走得汗流浃背的，已经马上就到了。看一下，房子就在这里。这个老人家我看到好像在地里种庄稼。两点左右，现在几多年？挺老远，跟你咋个说呀？啊，要回家了吧？我们是想包货，要回来才回家的。要回来才回家呀？哎。哦。想包货，我们想包货这个小时这样就这个情况哈。哦，没事。我给带了点东西。哎呀，咱包货弄嘛嘛。这个是东西，这个是我们自己整的天麻。我看你们去生气不啷好啊，用天麻来浪费，炖点鸡啊起来吃。啊。啊，然后这个你要切的是2娃，就是。要放盐巴，要放中药包。要放。你切的是2娃是头天晚上把它用开水泡起，然后今天早上就把它炖就行了，可以炖土鸡、炖排骨都行。啊。这个是给你们买的东西，因为上次我们几个人来这家吃饭呢，也不好意思。不让我谈。哎呀，这种我们都还有些要喝点才中午吧。喝才中午哈。我要喝点才中午，我们这个农忙季节哟。对，你正好在忙。我们到回家嘛，我们不好意思见面了噻。哎，没事，我给你拿过去，我给你拿过去，等下一个耍，好吧？你们这个都对不起你们哈。没事，你忙，因为你这个必须要把这个种完了嘛。哎。这个是2个老人家呢，正在种地哈。他这个所有的土地都已经把这个窝打好了，粪也丢好了，要种玉米嘛，不能耽误时间，所以他也不能陪我们过去了。现在呢就是把东西给他们提到家里面去，在那待一会儿，然后咱们就回去。这里呢就是他们家养了好多鸡啊。它这个门是关着的，我们就把东西呢放在这里好了，这个呢放在这里。他们今天把这所有的土地都已经窝给挖上了，然后2个老人家正在那里。然后山里干活呢，就是抢天气啊，正好今天天晴，明天也天晴，然后后天的话就可能开始下雨，所以呢。他们应该在天黑之前要把这些窝挖好的，把这个玉米放上去，然后呢把窝给填上，所以他们的时间都安排得非常紧凑啊，也不能因为我们就耽误他们的时间。来的也不是时候啊，正好是这个农忙的一个季节，然后他们还养了不少的这个鸡哈，那么整个边上是用网把这个房间都是围起来的。他们家呢是住在这里。然后上面那一个房子呢也是他们家的，所以这里整个方圆的几公里呢，就是他们一家人住在这里，就是前边这2个老人家，因为他们的孩子呢都是在外面打工哈，
也是居住在外面的。他们2位老人呢，因为不太想去城市嘛，所以就在这个家里种了这一片地，然后呢就居住在这个峡谷里边，也是非常的清闲哈。可能年纪大的人呢都有这种归根的这种想法是吧？所以呢他也不愿意就是说年龄较大的情况下呢，然后去背井离乡哈。你又回来转眼了呢？摆呀摆，不管我们带流水。哎，不用带草，不用带草，你赶紧忙，你不要耽误了一会儿你晚上干不完活儿。哦，拿包裹走哈，不用管我们带流水的。你先忙，因为你这个不能耽搁。对呀。等会儿这个天黑了，你都整不完就麻烦了。我们这还要东西添2个，这一上还是哪个？因为你挖起屋来了，你必须要把它种完的嘛。不是嘛，种完都讲不完，这些全部都送我们了。好多亩哈。20几亩，对啊，还要忙好几天。看看他们中间种的这一片地，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呢，这一片都是玉米地，绿油油的一片。然后现在呢，正好又在种植玉米，一整片地呢，他刚才跟我说有20多亩，所以这一段时间是非常辛苦的时候啊，也不能说耽误他们的时间。那老家说回来，那个给我们倒点茶什么的，我也说算了，我们自己也有水啊，不能这个耽误他们的一个农忙季节。这个地方呢，整个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哈。他们家呢还养了好多的这个鸡，给大家看看。